一颗葡萄的成长是一场与天地对话的旅程，一杯葡萄酒的诞生则是这场旅程最浪漫的注脚。想象一下，微风轻拂的葡萄园里，满藤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它们饱含土地的芬芳，吸收四季的灵气，从春的嫩绿到秋的饱满，默默酝酿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。当这些葡萄从藤上采摘，经过细致的压榨、发酵，与时间共舞，它们从果实化为琼浆，完成了生命最美的蜕变。一杯葡萄酒是时间的杰作，更是对自然与匠心的致敬。它是舌尖的艺术，也是灵魂的共鸣。一杯酒轻轻旋转，果香与酒香交织在空气中。第一口是丰盈的果味冲击，第二口是丝绒般的柔顺，第三口是绵长的回味，仿佛诉说着一段无法忘怀的故事。葡萄酒不仅仅是饮品，它是开启对话的钥匙，是庆祝欢聚的见证，是一段美好时光的延续。从慵懒的午后到热闹的晚宴，无论在何处，它总能点燃氛围，连接人与人，唤醒藏在心底的柔软。葡萄赋予了我们甜美，而葡萄酒教会了我们如何品味生活。今天要分享的影片是关于东北农村的冰葡萄以及冰葡萄酒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辽宁怀仁的冰葡萄是啥样。所谓的冰葡萄就是像这样，在冰天雪地的铁丝上挂着，让它反复的上冻化冻，这样是为了让它升糖，然后做冰葡萄酒用。哎呦，反复上冻化冻，改了饭了改像你一样，在那手里边这样，你这吃的停不下来了。感觉咋样啊？这么冷的天吃冰葡萄，太凉了，但是很甜，是吧？你看，它里边都带冰碴的。冰渣，吃一个还想吃。葡萄糖都已经埋到地里了。对，大哥，这葡萄糖是啥时候埋的？上冻之前。上冻之前。对，上冻之前。那和咱家里埋的时间也差不多。也是来年4、5月份的时候再挖出来呗。对，来年就是5月份嘛。上冻之前。刚才大哥说这没冻之前是黄绿色，冻了之后成红褐色了。今天我们摘点回去压汁酿酒。头一次吃这个冰真的是吧？好吃也。待会儿。我待会儿。这个葡萄粒儿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串儿很长，而且特别的饱满，专门做酒用的，因为它香气很足。大部分都晒抽味了，你看，这都是秋天的时候剪下来，然后用稻草绑在铁丝上的。元旦前后就全部采收，全部采摘了。又吃啊？停不下来。这蔫的好吃，发酵了，还有这味道，还甜。种植这冰葡萄必须得靠湖边儿，这就是湖，因此也有3大要素：阳光、冰雪、湖泊，必备。现学的吗？这3大产区，世界3大产区。加拿大。还有啥，大哥？德国。德国。辽宁怀仁。北纬41度。北纬地理1度是和那个环境包括温度。北纬41度，特别重要。才能产出这个好酒，酿出这个好酒。学会了吗？会了。老大和这种植大叔又唠上了，学习学习。它不是阳光管对，那是还得强调还得你注意，还得你是谁家人还包？刚摘回来的冰葡萄现在要进行压榨，必须得带着冰碴压榨，这上面都一层果霜。现在还带冰碴了？摸了刚才。这个不能洗，必须带着霜的。推到压榨机里进行压榨。开始压榨。说这压榨一遍得多长时间啊？大约40-50分钟。4、50分钟。待会儿出来的冰葡萄汁儿就从这儿流出来，然后通过这个卡槽流到地下储藏室。那个管子。然后等到来年什么时候再拿出来发酵？大约清明前后才拿出来发酵。那个时候温度正好。对。反正做成能喝的冰葡萄酒应该还有挺多步。哎呀，
麻烦的，大约等2年以后你才能喝到这个酒，是吧？就还得等2年，能给我们留着吗？那可以啊。病在这里边不出来，病就是那个，就是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冷缩的时候都能病了啊。这个病老。经过这个管子流到地下储藏室。就跟蜂蜜一样，这个蜂蜜甜度你尝尝，忍不住了，果香味儿，是吧？这是花香味儿啊，花香这花香味儿，果香这花香啊，太甜了，齁了吗？这就是冰葡萄汁储藏车间，刚才压出来的冰葡萄汁就流到了这大罐子里。香不香？香，太浓郁了，是吧？说这些都是做那个冰葡萄酒的吗？也不是，只有达到冰葡萄标准的，我们做冰葡萄酒；达不到标准的，我们做葡萄果汁啊，还有做干白啊。是这样的。这还有达标不达标一说？对，不是挤出来就行。哎，不是。那里边还有啊？里边也有。那也是。虽然今天刚榨的喝不了，拿2瓶之前发酵好的。这都2年前，2年前的葡萄。对。今天正好冬至饺子就酒。越喝越有。冰酒，一场冬日的奇迹，一杯液体黄金。在零下的寒冬，葡萄自然结冰，糖分与风味被极致浓缩，每一滴冰酒都是自然与匠心的完美结合。它入口如蜜，甜美中带着清爽的酸度，层次分明，回味悠长。无论是搭配甜点、奶酪，还是独自品味，冰酒都会唤醒你的味蕾，让每一口都如冬日暖阳般温暖。一杯冰酒，带你感受冬日的浪漫与时间的珍贵。